大家好，我是绝命肥师朱教授。今天给大家更新一下肥料大决战的小结。经过了2个月的实际种植实验，是时候承认我的有机肥制作失败了。首先是尿肥，我期待用椰糠种植袋去包容一些消化菌的企图，看起来是没有特别成功的。虽然相比于原始的尿肥 pH 有所下降，但是也并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，依然很高。更何况植物的生长情况也并不好。其次是酵素氮铬肥，我是没有料想到椰糠居然是会让肥料的 pH 升高的，这在我以前纯粹的液体肥观察中是没有发现的。原因是种植的介质也有它的化学特性，也会和肥料产生化学反应。我不确定除了椰糠之外的其他介质会不会也是如此，所以过几个月等我们户外暖和了之后，我会再观察一下田园土和液体肥的交互作用。但是这也让我有了新的想法，既然椰糠是一种能让 pH 升高的介质，那么我刚开始搭配的肥料就应该是酸性的，而不是正好的。这样给它酸的，后期升高了反而会达到正好的 pH 区间，因此酵素氮铬肥就不合适了，反而应该用更酸的纯酵素肥。化肥这边自然是没得说，从始至终都是最稳定，长势也是最好的。虽然它的 pH 也是在椰糠的作用下不停上升的，但是在各个实验组当中它是最低的。通过这次长时间的观察实验，我发现了在有土种植的环境中，肥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状态，而非像水培那样封闭的简单环境。所以在土壤等介质中的种植比较复杂，对于有机肥的最终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观察。另外，在家自制有机肥是很轻易就获得足够的肥力的，但是问题在于有机肥很不稳定，尤其是 pH 经常会忽高忽低，而 pH 是决定了这个肥料的有效利用率的。哪怕营养再高， pH 不合适，植物也无法正常的吸收。所以你会看到我的实验中，尿肥、酵素肥它们数据上不比化肥差，但是长势就是不好。好了，实验到了一个段落，我决定亡羊补牢，把酵素氮铬肥撤掉，改换成更酸的酵素肥，纯尿肥也撤掉，变成加酵素的复合肥。所以以后这个实验就变成了酵素肥 vs 化肥 vs 复合肥。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，再见。